来，那个林品如在吗？来，特助在吗？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助人者需要求助？我举我自己当例子啊，因为这个我自己有时候固定都有找督导还有许医师谈我自己的身心上面的觉察。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来做这件事，当我们开始觉得不太对的时候来做这件事，它都其实是措手不及。所以我是会固定的去谈我自己这阵子的觉察是什么，我这阵子的一个内在的发现是什么。这个也其实是一个就是自我帮助的过程。我在面对我自己的议题的时候，一定有盲点。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学习到很多，我们可能懂很多，我自己就已经可以帮助我自己了。但是我发现，像我就是几次跟许师的对话当中，我都还有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一个体会，或者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再去借由讲出来的时候，去做一个内在的整理，是脉络会再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自我帮助跟求助的一个过程啊。好，来，我回应一下哈，这个特助哈，品如他的求助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好，比如说像各位你们刚才问我问题哈，因为有些人的求助是他遇到困难，或他遇到事件，不知道怎么办。那偏如的求助比较不一样，偏如他来向学师求助的时候，通常不是他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或是也不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是他在遇到困难或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情况之下，他觉察到他内在的哪一部分。意思是说，好，你不是在问你碰到的困难，你也不是在问一个问题或解决之道，而是当你在解决一个困难，当你在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发现了自己什么？所以真正的督导，真正你们的求助，是在求助你们对自我内在的发现。所以你们是在跟你的督导，或者在跟许医师谈，你最近自我觉察碰到的关卡是什么？啊，你们遇到一件事，你的自我觉察的关卡是什么？而不是你怎么去解决一件事。对，怎么去解决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的，甚至 ChatGPT 就有了。如何面对一个困难，其实这个答案都是非常的标准化的。那个，其实再强调一遍，而是当你们在面对一个困难，当你们在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遭遇到的你内在什么样的冲突跟矛盾？所以这就是我们赛斯心法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你们在求助的时候，其实你们必须需要求助的是，当你在自我觉察你的内在的过程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矛盾跟瓶颈？你发现了自己过去什么地方没有发现的限制性信念，或是你过去有没有拒绝承认自己内在的什么地方？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学生慢慢把你们导向的一个自我觉察的部分呢？啊，所以每次拼如来跟学师谈的时候，都不是他在谈他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困境，都是在谈他看到心里的哪一个盲点的。对，他发现了他自己过去他没有发现的部分。对，好，所以各位，当你们开始进入这个内在觉察的功夫，你们就会发现，所有外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容易的，都是容易的，好不好？助人者何时需要求助？哈，来，我再重新再讲这个题目哈，应该这样讲，一个助人者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求助。举例来讲，各位像许医师，当我在是一个助人者的时候，我有没有在跟，比如说跟赛斯求助？有没有？有。我有没有在跟我的内我求助？我有没有在跟我的灵感求助？像转世的自己求助，像朋友求助，好，像你的小孩求助，像任何周遭能问到的人都可以求助。来，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是个助人者，就是你随时随地都是在一个求助的现象跟求助的心理。
好，那有时候求助不见得是很具体的，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求助啊，你可不可以肩膀借我一下，让我哭一下？对，好，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散散步？好，但是不要问我为什么哭泣。你可不可以跟我去吃顿饭，然后或是跟我散个步就可以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各位你们可能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都可以是求助的。好，因为我这样讲，好，我们今天不是讲开口得助吗？开口得助，只要我愿意开口，我就会得到帮助。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克服求助者什么心态？求助者不是没用的，不是软弱的，不是脆弱的，不是失败的。如何我觉得自己可以随时随地求助，我又觉得自己没有失去我的自尊心？所以各位记不记得赛斯讲过叫优雅的求助？优雅，优雅就是我并不觉得丢脸，我并不觉得丢脸。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害怕求助，就是因为我们怕丢脸，怕丢脸，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防卫起来，那我们会逃避，我们会避免被发现。好，于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好，所以学校讲的就是开口得助。当我愿意开口，我就可以得到帮助。当我愿意向宇宙开口，尤其是向内我，好，向你的内在的内我开口，你就会随时随地得到宇宙对你的回应。好，各位就像这个东方的宗教的许愿，有没有到寺庙许愿？还有西方的人每天都是上教堂啊，去祷告啊。对，那祷告就是什么？求助。祷告就是求助。对，啊，所以不要觉得求助就一定是好像失去面子了。没有没有，求助不是失去面子。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不成熟的自尊心，然后怕丢脸，怕没面子所以妨碍了我们的求助。那各位来再仔细听只要你有一颗求助的心，宇宙每天都准备要帮助你，所有的帮助都在我们的旁边。所有的帮助，所有的健康，所有的丰盛，所有的困难的解决之道，所有的智慧都在我们的旁边。好，凡你所需要的都会来到你的身边，但是我们没有学会真正的求助。凡我们所需要的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所有我们的学习都要永远让自己在一个可以得到帮助的心态。好，凡你得不到帮助，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没有得到帮助。一旦你准备好了，你一定会得到帮助。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年的这个部分希望明年各位然后继续来学习，那继续把我们学到的赛斯心法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好不好？好，谢谢大家。